一个千万粉丝博主，父亲是圆通速递集团总裁，自己有公司、有团队、有流量。但他去杭州相亲角时，简历上写的是国内初中学历，离异单身，摄影师、视频制作相关，父亲快递相关。现场的大爷大妈不认识他，只能照着这份简历判断。有人当面说他学历太低了，有人感慨他这么年轻就离异了，还有阿姨提醒他，你要有几分实力拿得出来。只看这份简历，他们的反应并不奇怪。可观众知道他是谁？他不是普通视频制作从业者，而是影视飓风的 Tim， 不是普通父亲快递相关家庭，而是有一个身为快递公司高管的父亲，也不是一个没有资源、没有平台、没有现实优势的低学历青年，而是有海外经历、有公司、有团队、有千万粉丝的大体量创作者。一个拥有巨大传播权的人，主动隐藏自己的真实优势，让普通人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做出判断，再把这些判断剪进视频里当节目效果，这算不算欺负普通人？我的看法是 ，Tim 不是罪大恶极，但他也不算完全冤。这次翻车是因为一个大体量创作者进入普通人生活场景时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。任务确实是抽签抽到的，粉丝让他去相亲角推销自己，公众人物去体验相亲角，也可以拍出很多观察。相亲角如何筛选人？父母带孩子相亲时看重什么？学历、婚史、收入、家庭背景在这个场域里如何被快速定价？但到了现场，简历怎么呈现是 Tim 自己选的。他完全可以写得更完整一点，也可以直接说明自己是内容创作者，有公司、有团队、有公众账号。这样现场的人依然可以评价他，观众也依然可以看到相亲角的真实反应。可他选了一个极度压缩、极度低配，很容易引发误判的版本。国内初中学历，没有呈现海外经历；视频制作相关，没有呈现影视飓风和千万粉丝；父亲快递相关，没有呈现真实家庭背景的量级。这些词单独看，也许不能说每个字都是假的，但很多误导不是靠撒谎完成的，而是靠选择性真实完成的。支持他的人会说，简历没造假啊，事实某种程度就是这样。这话从字面上能说通，但某种程度是事实，不等于没有隐藏，没有逐字造假，也不等于对方拿到了足够判断的信息。相亲角本来就是一个高度标签化的场域，学历、婚史、户籍、房车、父母职业、收入、年龄都会被快速拿来筛选。你给别人一份国内初中、离异、视频制作、父亲快递相关的简历，对方当然会按普通相亲简历理解。他明知道这些表述会制造怎样的误判，仍然用这套表述进入相亲角，再让观众带着真实身份去看路人的反应。别扭感也从这里来。现场的人是在认真判断一份低配简历，观众却是在用真实身份看他们误判。这两者之间的信息差就是节目效果的来源。有人说，那以后是不是也可以找一个大体量博主去影视飓风投简历，故意隐藏真实能力，只写一个非常普通甚至偏差的版本，等被影视飓风刷掉之后，再发视频嘲讽他们有眼不识泰山？这个类比不完全准确。招聘和相亲角不是同一个场域。招聘是制度化筛选，你交什么简历，企业就按什么简历判断。你主动隐藏学历、项目经验、作品成绩，被刷掉了，招聘方未必有错。但作为讽刺，它很准。他把同样的玩法套回了影视飓风自己身上。如果别人也隐藏真实能力，故意给影视飓风一个低配版本，再用真实身份反过来嘲讽他们没眼光，大家马上就会发现，这套玩法的问题不在于谁看走眼，而在于谁掌握了信息差和传播权。相亲角的大爷大妈并不完美，他们的评价方式当然也有问题。相亲角现实、势利、标签化的一面本来就很明显，学历、婚史、家庭、收入被快速打分，本身就很残酷。但这次视频的问题不止在相亲角。Tim 不是一个普通参与者，他有千万粉丝，有剪辑权，有传播权，也有平台解释权。他进入一个普通生活场景时，天然就不是和路人站在同一个位置。普通人说完一句话，可能只是现场的一句判断。大博主剪出来，
它就会变成几百万观众围观的素材。普通人看到一份简历，只能按简历反应；观众看到视频时，已经知道他真实身份，于是那些普通反应就会被重新包装成没认出来、看走眼、太现实、有眼不识泰山的笑点。当你用信息差设计一个场景，让对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替你完成节目反差时，你就不能再说这只是普通互动。也有人说屁大点事，至于吗？单看这件事，它确实不是天大的事。它不是严重偷拍，不是恶意诈骗，更不需要上纲上线到道德审判。Tim 本人也未必是抱着羞辱普通人的心态去做这个内容，但不至于网暴，不等于不能批评。这件事暴露了一个更普遍的问题：当大体量创作者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场景，普通人的日常反应会不会越来越容易变成他们的节目素材？今天是相亲角，明天也可以是招聘会、菜市场、医院排队、家长群、低薪岗位面试。只要创作者掌握了身份隐藏、镜头调度、后期剪辑和流量分发，普通人就很容易在不完整信息里做出正常反应，然后被放到另一个观看语境里重新审判。这也不是仇富，一个人有钱、有名、有能力，本身没有问题。问题是，当他已经拥有这些优势之后，还能不能假装自己只是一个普通路人？如果一个普通人拿着普通简历去相亲角，被人嫌学历低、离异、条件一般，那是现实残酷。但一个千万粉丝博主主动把自己包装成低配版本，让别人按低配版本判断，再把这些判断剪出来给观众看，这就不是普通人的现实处境，而是一种被设计出来的反差。所以 Tim 到底冤不冤？我的答案是不算特别冤。他不是罪大恶极，也不该被网暴，但这次被批评并不冤，因为他确实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压缩成了一个容易被误判的版本，也确实让普通人在不完整信息里承担了节目效果的一部分。这次翻车提醒的是，大体量创作者可以整活，可以开玩笑，可以做社会观察，但当你拥有传播权和剪辑权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再假装自己只是普通路人。你可以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场景，但你不能一边隐藏自己的真实优势，一边让普通人的正常反应替你制造笑点。当一个资源更多的人用一份弱势简历进入普通场景，再用真实身份完成反差传播时，普通人到底是在参与互动，还是在被拿来做素材？如果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容易变成大博主的节目效果，那这就不是屁大点事。